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鸡蛋这么好吃，但它却完全没有娇爹的性格，而且既营养又百搭，吃法很多，煎、炸、蒸、炒，样样不落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做法简单、无白沫也不散花的水煮荷包蛋做法。这样煮出来的荷包蛋能够完好的保留鸡蛋本身的营养和鲜美，其实只需要注意一些小技巧就可以了。喜欢吃荷包蛋的朋友就继续往下看吧。首先，根据家里人的数量准备适量的鸡蛋，我家有3口人，就准备了6个。做水煮荷包蛋的鸡蛋，我们一定要选择新鲜的鸡蛋。我们可以像这样摇一摇鸡蛋，如果里面的蛋黄不会晃动的话，说明这样的鸡蛋就是新鲜的。当然，如果家里有土鸡蛋的话，用土鸡蛋做出来的效果会更好。像这样的鸡蛋表面都是非常脏的，有许多的鸡粪、鸡毛，还有肉眼看不到的细菌，所以在烹饪之前呢，一定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把鸡蛋放入大碗中，碗里边加2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鸡蛋，用手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让蛋壳表面的鸡粪软化一下。接着准备几根小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给它切成葱花。切好后放入碗中。现在来调一下味，加2勺生抽，加2勺香醋，加2勺蒸鱼豉油，加小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再加一点芝麻香油。如果喜欢吃虾皮的，还可以加一点虾皮，这样吃着会更鲜。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的鸡蛋也泡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泡鸡蛋的水已经变浑浊了许多，表面漂浮着很多黑色的杂质，说明鸡蛋壳表面的鸡粪已经被泡出来一部分了。接着准备一块纸巾，沾上一些清水，再拿起一个鸡蛋，用纸巾把鸡蛋壳擦洗干净。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，鸡蛋清总是会沾到鸡蛋壳的，如果不把蛋壳清洗干净的话，这些细菌就会随着鸡蛋一起打入碗中，我们再吃到肚子里，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危害。这里加小苏打和食盐呢，能够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把鸡蛋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几个小碗或者是小碟子，然后把鸡蛋一个一个的打入碗中，一个碗里只放一个鸡蛋，这样鸡蛋就不会粘在一起了。鸡蛋打好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锅烧热，多放一些清水，开大火把水烧开。水烧开以后，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用铲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化开。这里提前加食盐，不仅可以给鸡蛋入一个底味，还能使蛋白加速凝固。煮荷包蛋的水要烧开，蛋烧开后呢，一定要关火，搅匀后把火关了，让开水处于一个平静的状态。因为一直处于翻滚状态的开水也会将鸡蛋冲散开，所以要等水平静下来后，然后再把鸡蛋放入锅中，然后再把装鸡蛋的碗贴碗口边沿最好没入水中，然后再把鸡蛋轻轻地滑入水中。切记盘子不能离水面太高，如果太高的话，鸡蛋在下落的过程中，蛋清和蛋黄容易分散开来。把鸡蛋提前倒入碗中，再把鸡蛋慢慢的放入锅中。落水的过程呢，有一个缓冲，可以减少白沫的出现，也可以提前去除散黄不新鲜的鸡蛋。鸡蛋全部放完后，开最小火盖上盖子焖2分钟。这里千万不要开中火或者是大火，不要让水沸腾，水沸腾容易把鸡蛋给冲散，所以我们最好用小火来煮。先把表面的蛋清定个形，2分钟之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看一下鸡蛋表面的蛋清已经凝固了，已经完全的把蛋黄包裹在里面了。现在用铲子轻轻的铲一下鸡蛋，
防止底部粘锅，动作尽量轻柔一些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这时的鸡蛋是非常娇嫩的。全部铲完后，再盖上盖子，用最小火，水开焖煮上3分钟左右。3分钟煮的鸡蛋里面还是有溏心的，想要吃全熟的，再加煮2分钟哦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因为我不喜欢吃溏心的荷包蛋，我就煮了5分钟。现在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鸡蛋，个个圆润光滑，一点也不散花，不仅看着漂亮，吃着更是非常的鲜嫩美味。接着再把煮荷包蛋的汤汁舀出2勺，放入调料的碗中，用勺子搅拌，搅匀后再把荷包蛋控水捞出，放入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这个水煮荷包蛋用来做早餐真的是非常不错，一个个圆润可爱，吃到嘴里口感嫩滑，家里人都非常喜欢吃。以后您早餐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，就做个水煮荷包蛋吧，不仅营养还美味。做的时候可以像我这样，煮出来的荷包蛋不仅不散花，还特别的圆润透亮。而且这样做的水煮荷包蛋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蛋的营养和鲜美。如果用我这个方法去对荷包蛋进行制作的话，别说一锅煮6个荷包蛋了，就是一口气煮上10个荷包蛋，煮出来的荷包蛋也会变得个个完整又圆润。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